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见过最奇葩的领导是什么样的？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位难缠的领导，给我们这些打工人洗脑，找各种理由扣钱，挤兑老员工，甚至明目张胆的造假。此人一番骚操作，没有10年脑血栓干不出来。我曾经在一个装饰公司任职，公司勉强算得上中等规模，上市是没啥指望，但也不需要融资，自我造血活下来没什么压力。但奇葩的出现，我们轻松的小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奇葩姓白，就姑且称之为白奇葩吧。突然空降下来的总经理，这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，我们原来的老大就被炒了鱿鱼。据说业绩增长率达不到老板的要求。这几年疫情，本是8个竞争对手倒了3个，转行2个，剩下2个勉强收支平衡，只有我们公司业绩稳中有升。去年底还能每人发2万块钱年终奖，明眼人都看出来了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是给白奇葩腾笼换鸟，换就换吧。我也是一个普通打工人，只要别换来个傻鸟就行了。但有些事就是你万万没想到的。白奇葩上任那天，公司特意停了半天工，开了个欢迎会。人如其名，白奇葩白白净净，梳着斯文不乱的头发，故作斯文的戴了个金边小眼镜。他先絮絮叨叨地铺垫了一大堆，话里话外表明了一个意思：老子上头有人。接着开始打感情牌，阐述了一下公司和员工之间那种应该亲如一家的共生关系。比如，没有大家，怎么会有小家？公司是大家，你们是小家。又比如，要以公司为荣，荣誉满胸，干劲十足。做人要有理想，有理想的人才会有未来。这话让人听了很迷，啥意思？你不想给钱就明说，什么年代了，还玩毒鸡汤这一套？再说了，这鸡汤调的还不怎么样。他又继续说，有一天，如果你们跳槽了，你们能骄傲地说，我是 X 公司出来的，这哪跟哪？世界500强有几个人记得的？咱们这小公司离世界500强起码108000里。我特么有病才骄傲地大声说出来，天南海北的扯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图穷匕现了。白奇葩说，经过他仔细的观察，公司太懒散，要立规矩。规矩首先从称谓开始，以后都要叫他白总，顺带的，公司部门的头也都成了这个总那个总，我也就荣升一总了。然后他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说大家先上班，公司考勤细则正在制定，择日公布。开了半天会，就给大家封了个总，这不脑子有病吗？但我万万没想到啊，我特么就成了白总杀给猴看的第一只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团队接了一个商场的改造装修的单子，甲方爸爸为了不影响正常营业，给的设计和装修时间很短，没办法，只好晚上加班到了凌晨10点多。我打着哈欠到公司的时候，斜刺里冲出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白总。他伸手挡住了门禁，也不说话，眼神带着一丝丝兴奋，就这么盯着我看。我心想，这白总不会是 gay 吧？冲他说，白总早啊。白总一张嘴，你迟到了，罚款500。从我进这公司开始，就没迟到这个说法。搞设计的经常加班，只要不误了甲方爸爸的单，谁都不管你几点上班。我一愣，啥时候有了这个规矩？没规矩如何成方圆？他又说，你是第一个，希望你引以为戒。新的考勤制度，今早9点新鲜出炉。我就是第一个被拎脖子杀的那只鸡。财务从他这个月工资里扣500。他大声喊，
全公司的人都听到了，那言语中带着几丝兴奋，好像第一天当警察就抓到了一个小偷。再回头看了看我身后，白总又问：“你设计室的其他人呢？扣我一个也就算了，犯不着全军覆没。”我一咬牙，全揽到自己头上。昨晚加班到3点，我让他们放1天假休息去了。进了办公室，我立刻给手下发了微信：“今天都给我在家待着，别来上班。”一看我这语气不对，几个手下纷纷给我发信息，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说：“你们别管，听我的，都给我歇着。”我发这个多少带着一点赌气的意味。手下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孩，我被扣500都得肉疼，这帮小孩还不得哭了。出来工作这么多年，我就认个死理，当老大就有当老大的样子，顶枪子的时候该上就不能怂。本来以为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才刚刚开始。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白总来的时候也带了自己的团队，他手下就有一个设计师，姑且称之为 C 总吧。还记得商场改造的那个单子吧？我和几个小孩忙得昏天黑地，设计稿已经交给甲方爸爸了，据说他们比较满意。开玩笑，我的团队是公司金牌设计师，做的单子几乎没有大反，至多就是细节稍微修改一下。本公司的业务半壁江山，能力肯定是在的。这时候 C 总推开门来找我了，客客气气地给我递烟。我说：“白总规定，办公区不许抽烟。”他笑了笑，自己点上了半根烟，抽完他说：“X 商场那个单子，白总说由我接手了。”啥？设计室里所有人都扭头看了过来。他把剩下的半根烟丢进一个纸杯里，笑了笑：“白总让你去一趟，交代你别的事。”然后他走了，就特么的走了。白总这人说话特别有意思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。我带着一脸问号敲开白总的门，他先跟我道歉，他说：“扣钱也是情非得已，规矩既然立了，就要执行。一个公司能走多远，就要看执行力能达到什么地步。这特么的什么鬼？”绕了一大圈，他说：“我那些手下的事就不追究了，扣我的钱呢，找个机会发个奖金就补回来了。”说机会就来了。他特别诚恳地对我说：“小易 ，C 总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我这边给你一个机会。找个机会就是另外一个商场的设计，但据我所知，这商场还没打地基。他让我给一个还没打地基的商场设计一套室内装修方案。”我只能说，白总真他娘是个天才。装饰设计一般分工装和家装，商场设计显然属于工装，说白了就是个大工地。但问题在于，不管什么设计，起码有个东西吧，你总不能用手一比划说大概就这样。白总就这么一比划，让我出一套美轮美奂，让甲方爸爸看了就跪下叫我爸爸的方案。但他这时候还没跟甲方爸爸签约。我提醒说：“白总，咱们公司一直都是先签合同再出方案的呀。”他说：“市场不一样了，我们要走出去。”我又说：“商场能提供建筑图吗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你先别管，我们要用技术打动甲方。”我想了半天，以我的技术，根据现在的情况，我大约只能做出一个效果图。效果图嘛，其实大家都懂的，看起来好看就行了。实际装修的时候，10个有11个装得出效果图的一半就阿弥豆腐了。白总又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把任务交给你，是因为看中了你的能力。那模样就好像电视剧里的老领导面临一个硬骨头，忽悠个小青年要全力去拼的模样，
看着白总那期待的眼神，我知道我应该热血沸腾，但我违心地说：“我试试吧，不成白总也别怨我。什么年代了，这套花招不好使。”白总有些失望，想了想又说：“这个单子拿下来，奖金我多发500，你看今天扣的钱不就回来了吗？”我满脸黑线，这是用我的钱来鼓励我去奋进。俗话说，端人碗，受人管。我带着手下几个小孩，开始按照白总的要求，熬了几天夜，准备做出一个能打动甲方爸爸的效果图。白总说他上头有人，这话真不是吹牛，他上头真的有人。他上头这个人是马总夫人，马总是公司的创始人。20年前，风华正茂的马总创办了这个公司，赚了第一桶金。随着生意越做越大，这间装饰设计公司也逐渐被边缘化。但马总说了，这间公司对他有特殊意义，就算亏钱也得留着。他还说，时不时他都回这里看看，但其实很久都没来看过了。马总走马灯般的换了好几茬夫人，新任这茬已经5年没挪窝，看来是坐稳了。后来马总把包括这家公司在内的好几家分给了马夫人，马夫人也成了名义上我们的最高领导者。这天，马夫人要来公司看看，白总顿时高度紧张，只是大家打起12万分精神迎接马夫人的视察。白总做出了详尽的接待规定，办公桌上要一尘不染，不能有任何杂物，一切看起来要专业且整洁。墙壁上的挂图，有些年头的都给换了。据说马夫人喜欢雅致的风格，白总又特别补充了一条别致，按这2个要求重新采购更换。地板是不可能刨开重铺了，但重新铺上层紫色的地毯，这壁格就拉满了。紫色的地毯，好吧。白总说马夫人喜欢紫色。对了，女厕所提前3天关闭，以免马夫人万一要如厕，闻到异味影响心情。办公桌上都摆上花瓶，插上鲜花，但不能是百合，马夫人对百合过敏。也不能是菊花，菊花是给死人的，不吉利。反正都是这些林林总总烦人的琐碎事儿，应付过检查的估计都懂。一番鸡飞狗跳，总体上马夫人还是很满意，表扬白总说，果然是新人新气象，刚上任整个公司面貌就焕然一新。白总谦虚地表示这是应该的，趁热打铁，又给马夫人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业务情况。但他重点介绍了我负责的这个商场。他说，这个项目让我们的品牌再提升一个台阶。那话语里，这项目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可娘亲耶，白总您忘了，您老人家还没和人签任何合同啊。说白了，这项目到现在为止，只不过是白总一个人一厢情愿的一头热。但马夫人一听是 X 商场的大项目，立刻来了精神。小白呀，我果然没看错你啊，一上任就拿下这么大的项目。马夫人看他的眼神，让我感觉哪里总有些不对。那不是欣赏和赞许，而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含情。白总立刻让我呈上设计图，然后就糟了。马夫人虽然不是专业设计出身，但设计图和效果图还是能分得清楚的。一看到图纸，马夫人有些不快。小白，这个设计图应该甲方不会同意吧？马夫人说的还算隐晦。白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却没做任何解释。我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提醒马夫人，马总，商场还没有打地基，我们也没有。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是非常快节奏且内卷的社会，我们不去卷，别人就来卷我们。
所以我们要快人一步。白总打断我的话，我想说，商场没打地基，白总也没和人签合同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和甲方爸爸谈的，这至多也就只有个意向而已吧。谁和你只有个意向，你就全套图纸给做齐了？虽然甲方是爸爸，可乙方也没必要当孙子啊。但在白总的话语里，这是我严重失职了。马夫人的好心情被打断了，让白总抓紧这个大项目。一看差不多到午饭点了，就先去吃饭。白总殷勤地陪着马夫人先行离开，撂下我们大眼瞪小眼。C 总看着我摇了摇头，眼神意味深长。我手下几个小孩，小昭是个姑娘，心思细，一看这阵势，低声对我说：“老大，我看我们要糟。”一向不吭不哈的毕哥嗯了一声，搞得我心头一震。另一个叫雪耗子的，习惯性的用中指推着眼镜架，看着远去的白总和马夫人。但奇怪的是，白总和马夫人吃饭后，下午也没回来，第二天也没上班，直到第三天中午，白总才打着哈欠，迈着发软的腿来了公司。我那时正打算出去吃午饭，他见了我说：“小易，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”一开头，他说：“马夫人原本是要严肃处理你的，我给说了不少好话，这意思要我感激他呗。我没做声，这是个2000多万的大项目，你必须要上心。”白总又说，我忍不住了，说：“白总，地基也没打，合同也没签，咱们出不了设计图啊，只能给效果图。”他说：“你别管什么地基什么结构图，首先要有一个做事的态度，一个认真负责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。你跟他说图纸，他和你说态度，打得一手好太极。我说这样吧，我能力不足，要不您换个团队，我看 C 总就不错嘛。”白总脸色一沉，说：“C 总我有另外的安排，其他团队都很忙。就你们闲着，可是你至少也得给我个结构图挨压位，否则我连哪里是承重，哪里是框架都不知道，设计个鸡毛毛。对了，这次的图你用了金色，现代流行轻奢简朴，你还是用淡紫色做背景吧。”白总又亲切指示：“紫色。”我一愣，但一想，这不是马夫人喜欢的颜色吗？难道马夫人是甲方爸爸？但我总觉得这事情哪里透着不对劲，任他好说歹说，我就是不应承，坚决要他换团队。白总见我油盐不进，脸色一沉，用食指指着我说：“行，你等着瞧，等着瞧又怎么的？你最多再扣我500，我手头还有别的单子要做，真没空搭理你。我已经做好了遭受打击报复的准备。”回头我跟几个小孩说：“真有事，你们风声雨声读书声绝不出声，老大头铁，我去顶着。”因为真心犯不着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项目浪费时间，我让他们几个安心的去做另一个别墅的家装。这个客户是回头客，有品位，素质高，关键很多金还不逼逼。我给他设计装修过一套复式楼，他很满意，也很信任我，给我签的是全包。全包意味着今年做完这一单，我这团队就衣食无忧，甚至可以躺平大半年了。白总对那商场的事情只字不提，搞得我们都快把这事情给忘了。但报复肯定是要报复的，这辈子都要报复的。关键他报复的方式非常的……往下看就知道了。事情过了大半个月，白总开会的时候，针对我们团队的阴阳怪气也多了起来。有些员工对公司的安排不满，但又不明说，私下做别的事情，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吗？成绩只代表了过去，未来才是追求的方向，是不是未来可期，你说了不算。
我说了也不算，那到底谁说了算？白总也没说。白总这段时间挺有意思，原来是晚会制，就是下班前大家要开个会，沟通一下本日成绩。他临时改成了早晚会制，他改这个就为了早上讽刺我一次，傍晚再来一次，谁都听得出他针对谁，可他又不点名，就是让你膈应的浑身刺挠。关键你还没法说他，我只能装聋作哑。这天他又在说，他上头有人，公司里某些人不要太猖狂。一直不吭不哈的毕哥猛然站了起来，200斤的胖子很有威慑力。白总吓了一跳，毕哥的脸冷过39天的寒风，铿锵有力的来了一句：靠，谁上面没几个人似的，打听打听我上面是谁，再特么来跟我说话。说完，毕哥夹起笔记本电脑就走了。一群人大眼瞪小眼，白总被这么一呛，在风中凌乱。毕哥还是我招进公司的，来了1年多了，平时不爱说话，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吃草挤奶的老黄牛。但他爹的名字和市委书记一字之差，好似亲兄弟的感觉。为了这事，公司里还曾经谣传过他是市委书记的亲侄儿，他没否认，也没肯定。今天突然大爆发，所有人看他的眼神就不对了。我更是散了会，一路狂奔到设计室，差点抱着毕哥的大腿。你丫的上头有人早说呀，其他几个小狗腿子。这时候端茶的端茶，倒水的倒水，殷勤的比伺候我还细致。毕哥一脸泰然自若地享受着大家的服务，末了说一句：我上头没人，我就是看不惯白总那嘴脸。噗，我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你上头没人装啥子大尾巴狼？毕哥又说了，我没人也可以找人啊。具体点说，毕哥把白总接手公司这几个月干的种种倒行逆施的事儿做了一个 PPT。白总接手公司之后，别的不说，但成功的扭盈为亏。C 总抢去的那个商场项目，现在也陷入了纠纷。你看这东西送给马夫人，是不是可以让白总喝一壶的？毕哥得意洋洋地说，看着小子平日不吭不哈，原来私下收集各种资料，背地里画小圈圈咒白总呢。难怪今天他爆发了，原来是 PPT 都准备好了。可雪耗子却说，我总觉得白总和马夫人讲不清道不明的模样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搞他娘一次再说，至少让姓白的知道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然而我还是小看了这个白总，被他无耻地偷袭了。小昭一闺蜜在马夫人总部做文员，托个关系，PPT 呈到了马夫人面前。果然，马夫人看了之后，觉得事关重大，又来公司视察。但这一次点名要和我了解情况，我一点都不怵。这事情讲到天边，也是我有理。我紧抓住一点，白总说公司要有规矩，但公司的规矩是先签合同后做设计图。白总合同没签，我只能做效果图。马夫人回头问白总，小白，是这样的吗？我等着看他出丑，可他却不慌不忙地说，不是啊，合同我签了呀，2500万呀。我震惊了，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份合同，公司其他人也没听说过。如果真有这份合同，这么大的商场设计，就凭我一个小团队也做不了，那必然是全公司要全力攻坚。再则，如果白总真的签了合同，甲方爸爸肯定要提供结构图，给装饰设计做参考。更重要的是，甲方肯定要提出要求，和设计师对接。可这些东西我们什么都没看到。白总让他秘书去拿了份合同出来，马夫人看了看，递给我。你是说这个合同？我以为我眼花了。
这的确是和某地产公司签订的某商场的装饰设计和装修合同，意向金额2500万，白纸黑字写着，后面还有违约责任，若乙方不能按时交出设计图，合同作废，赔偿1000万。合同期还有不到半个月了，我直接懵逼在当场。白总啊白总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一败涂地的我灰溜溜地回设计室，面对几个孩子渴望的眼神，我嗫嚅着，白总，真的有合同，现在具体情况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我走的时候，白总指着我说，你等着，我好好处理你。可白总对不到半个月就要违约的合同又不着急了，送马夫人的时候顺便又消失了3天。3天后，白总召开紧急会议，先把我和团队批得一文不值。小易这种傲慢与偏见造成了公司很大的损失，无形的声誉损失更是难以计量，这是他原话。然后他要求所有人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，全力攻关这个2500万的大单。然而还是没有结构图，甲方爸爸没有提供任何可供设计的基本图样，整个公司一片哗然，这谁能干得了？白总一摊手，这样吧，因为易总的失职，导致了大家工作量的增大，他们团队这个月工资和本季度奖金都扣下来，补偿给大家。他又玩这招，拿我的钱收买人心。我一下火了，疼得站起来。白总以为又是毕哥，吓了一跳，看清是我之后，沉着脸说，小易，你有事说事，你跳上跳下干什么？毕哥也站了起来，白总往后退了一步，嘴上又说道，你不要以为我怕你，不要拿上头有人来压我。毕哥阴沉着脸盯着白总，我一看情况不好，这是要正面硬刚。毕哥在公司一向唯唯诺诺，硬刚注定要吃亏呀。我赶紧拉了他一下，毕哥，让我来。毕哥开口就问，请问白总，你什么时候签的合同？为什么这么大的事，公司没有人知道？这个我签合同不需要你同意吧？白总脸色红一阵白一阵，结构图呢？没有数据设计个鸡毛，这是常识。白总，你是不是被忽悠了？甲方不给定金也就算了，还要倒赔的，这不符合行规。时间那么紧，白总你也一直没有说，你隐瞒什么？没想到这平日唯唯诺诺的死胖子，关键时刻句句直击要害。白总刚开始还苍白地辩解几句，后来干脆不说话了。C 总见势不妙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今天先到这里吧，我们还有任务呢。闭嘴！毕哥正说得嗨，一声怒喝，把 C 总吓得脖子一缩，气急败坏的白总指着我们几个大骂，开除，给我统统开除。雪耗子这时候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，白总，补个 N+1我马上走，要不我去劳动监察举报你，你们要不要脸？你们给公司造成了1000万的损失，还有脸跟我要 N+1？ 白总声嘶力竭地喊，跟骂街的泼妇一般。关键时刻，我当老大的得护着手下，我上前一步，挡在他和几个孩子面前。公司规定，合同签订后要通知设计师跟进，为什么一直到合同期到期了，你才告诉大家？他知道钻空子，我也知道。再说了，这是大家都看着，理在哪？大家心里清楚得很。你这是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？白总指着我鼻子骂，少拿手指头指指点点，摆事实，讲道理，有你这么干事的吗？我反骂回去，这下我和白总是彻底撕破脸了。撕破脸当然是有代价的，我和几个孩子就这么被扫地出门了。白总亲自出马，叫了保安，还有 C 总等几个人，2、3个对我们一个，推推搡搡的把我和3个孩子推出了公司。
我们特么的，连私人物品都没来得及收拾。小昭哪里见过这阵势，当场就被吓哭了。雪耗子护着小昭往外走，我和毕哥这个死胖子勉强挡住了白总他们。坐在公司对面的星巴克里，我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味。从头到尾，合同这事就只有白总一个人知道，甲方至今为止没有派任何人来对接设计方案，这很反常。马夫人不管你说什么，她屁股就是坐在白总那一头，而且每一次马夫人来，白总都要消失几天，种种可疑之处拼在一起。我严重怀疑白总和马夫人有某些 PY 交易。雪耗子撑着脑袋，叼着吸管，一脸若有所思。我知道这孩子脑子里正在酝酿风暴。毕哥沉稳的屁股塞满了整个椅子，脸上波澜不惊，好像上头真的有人。可小昭有些慌，这姑娘爸爸有尿毒症，丧失劳动能力，全家就靠着他一个月那点工资加奖金过日子。我有些懊恼，自己图一时爽快，把小昭给坑进去了。再怎么的，我们得把这个月工资还有季度奖拿回来。我说白总让我们不好过，我们也不能让他舒坦了。钱也不算多，可小昭家里等米下锅，我们几个无所谓了，多少还有些积蓄，撑个3-5个月还行。雪耗子扭过头，嘴上叼着的吸管被他那俩大门牙咬得跟老鼠啃过了似的。我知道这孩子又有主意了。我怎么觉得白总根本就不打算做成这单合同呢？雪耗子说，真要赔1000万，他哪有这么多钱？毕哥也问。我其实也没搞清楚，你说白总的脑门是被驴踢了，才会签这种丧权辱国的合同，并且一定被踢了不止一次。打听一下再说呗。雪耗子说，话虽然说得挺容易，可去哪里打听？合同这玩意儿都是公司的机密文件，特别是大公司，调取合同的程序麻烦的要死。但我想了想，还是有办法的。干设计这些年，见过的人也多了，这不但磨练了我的技术，也提高了我的装 X 技术。某地产公司，当地知名企业，那眼睛长天花板上，绝对的甲方爸爸，所以我得先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把小昭稍一打扮，就是个花枝招展的秘书，再带上雪耗子略阵，毕哥跟在后面拎包。我这个易总一出场就镇住了某地产公司的前台接待。我说我是某公司的法务，有些合同上的事情要和贵公司对接。前台接待客客气气的把我引进了会客室，然后把他们法务的老大给叫了出来。趁着空档，我对几个小孩又交代了几句。小昭假装秘书，雪耗子是我助理，一会免不了要和对方唇枪舌剑，万一出现状况，毕哥那伟岸的身躯负责威慑断后。为啥要搞这么麻烦？因为我手里根本没合同。雪耗子的公文包里装的那份合同，是我凭着记忆瞎几把编出来的。合同上的公章当然不敢伪造，所以我还想好了一个借口，我只是拿着电子版复印件来对应一下。我知道我很不专业，但我也可以把责任往白总身上推。公司老板不给合同原件，我也没得办法的呀。我只是来调查一下白总和地产公司到底签没签这份合同，如果签了，对比一下合同有没有问题。对方法务老大一出现，我和他握了握手，不等寒暄就先声夺人。我是代表 X 公司来对接一下 X 商场一份2500万标的装修合同的条款的。我们认为条款中有些事宜不甚明确，我不能给对方思考的时间，一上来就要开宗明义。法务老大
一副没听懂的样子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这次听懂了，反问道：合同？我们公司跟 X 公司有合同？我一愣，给雪耗子使了个眼色。雪耗子从包里拿出那份合同，法务老大翻了翻，笑了。我的心砰砰地跳，这合同说白了就是一张废纸。我心里把想好的说辞又默念了一遍，准备应对法务老大的盘问，可他只是扫了几眼，笑了。您最好回去和 X 公司确认一下。据我所知，我们没有和任何公司签署过任何装修合同。真的吗？我很惊讶。麻烦你再查一查。我本以为白总会搞一个阴阳合同，但我没想到压根没合同。法务老大觉得没必要，在我再三要求下，总算勉为其难地查找了一下，然后肯定地告诉我说，那个商场项目资金都不知道在那个爪哇国呢，谁闲得蛋疼和你签个装修合同？那白总手头的合同算是怎么回事？法务老大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出了门，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轻视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我已经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。一向脑瓜子灵光的雪耗子这时有些转不过弯了，嘟哝着白总手里的合同是怎么回事。我冷冷一笑，说：去拿来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。我虽然被扫地出门，但我还没有办理离职手续。如果企业辞退，是真的要按劳动法赔偿的。以白总的那小气样，他是绝对不想出的。所以大家就耗着，这都是资本家常规操作了，吃喝拉撒都要钱，公司不给钱，你总耗不下去，然后提出辞职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但走之前，我也得让白总出血。我又大摇大摆地回了公司，大家见我回来了，都投过来同情的目光。我说，大家也别像看死人一样看我了，我就是收拾东西，以后有机会大家一起喝酒。但其实我是要顺手把合同带出来了。小公司管理有疏漏，合同和设计图一起放在一个保险柜里，方便查找。这个保险柜设计师都知道密码，这密码千年不变的3个6、3个8，从来没有人想去换一下。我说里面有我的个人设计样稿，也没人管。白总签的合同就寥寥几份，我很快找到，卷在设计稿里就带了出来。合同看起来很正规，骑缝章、合同专用章、代表签名都有，但条款非常的操蛋。我本想把这合同直接送到马夫人手里，可转念一想，马夫人见过这合同，可她根本不在意。难道马夫人其实知道？想到这里，我脊背一凉，白总和马夫人一定有 PY 交易。好在小昭的闺蜜在马夫人公司总部打探到了一点消息，她告诉我们说白总是马夫人养的小白脸，两人保持关系都2、3年了。白总不满足于在床上大展雄风，他还想在商场叱咤风云。马夫人对此很欣赏，就把这个装饰公司给他管理。这消息很劲爆，毕哥说既然如此，不如直接捅到马总那里去。小昭闺蜜白了毕哥一眼，说有钱人的生活你不懂，马夫人有马夫人的私生活，马总也有马总的。言下之意，马总对马夫人养小白脸的事，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就很难办了。我不可能拿人家不在乎的事情去激怒人家呀。雪耗子有些急了，说要不把合同捅到马总那里，看起来这是个好办法。可我转念一想，白总要是倒打一耙，说我栽赃嫁祸，我特么不又是给他递刀子了吗？要干就得把他干趴下，爬都爬不起来。我翻了翻合同，看着后面的公章和签名，签名不知道是不是找人代签的，可那公章以我的经验
是货真价实的，想给他扣个伪造印章，送白总上山蹲几年，此路竟然不通。问题是，白总怎么能搞到地产公司的公章？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阴谋。我想了想，想到了那个法务老大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大张旗鼓地带着几个孩儿们直闯公司，这招用过了就不好使了。我改为守株待兔，在他们公司门口等到傍晚。法务的工作一般不忙，朝九晚五，轻轻松松。我看到法务老大出门，上前客客气气地伸出手：“林总，又见面了，有个事想和您商量一下。”法务老大一愣：“怎么又是你？”请他到附近咖啡馆坐了坐。我开门见山地提出，请他帮忙查一查，到底是谁给这份合同上盖了章的。合同签署的时候，一定是先签名后盖章，印章是覆盖签名的。这份合同上，甲方是签名覆盖了印章，这说明是先盖章后签的名字。法务老大看了看合同，同意我的分析，可却对我的要求没什么兴趣。1个月就领那么仨瓜俩枣的，犯不上费那个事儿。反正这事情也没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，就算再负责一些，也就是公司内部调查一下谁私盖了公章，至多是开除了事。我点了点头，冲法务老大说：“也是啊，但要是我把这合同给集团老总看看的话呢？你什么意思？”法务老大警觉起来，我对他的反应早有准备。一份盖了真实公章的虚假合同，往小了说是个人行为，往大了说，法务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，这是可大可小。法务的意思很明显，他想把事情压在最小的范围内，可我的目的是白总，事情压下来，白总就逍遥法外了。我赶紧安慰他，我没有针对他的意思，相反，这事情对他还有好处。如果有机会让你升职呢？我说，我和法务老大没有什么交情，这种事也不用谈交情，直接谈交易。我告诉他，法务主动出击，发现公司合同管理重大漏洞，仅凭这点，他可以到总公司去。他有些动心，但还有些顾虑。那你怎么保证我帮你做了这事，我不会受到牵连？法务老大果然也是个老江湖，好处一定要拿的，可风险他不想承担。你放心，办事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把你坑进去，但邀功的时候，我肯定说得到了你极大的帮助。做个局，你总会吧？我把我的计划大致地说了一遍。法务老大沉默了一下，轻声对我说：“我们公司对合同签订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，能接触到公章的人并不多。”我心里暗喜，有了法务老大的加盟，我让姓白的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这阵子雪耗子几个也没闲着，我让他和毕哥2个3天2头没事，就去公司的工位上坐着。一来，我让他恶心一下白总，乱他阵脚；二来，可以打探公司的内部情况。雪耗子上蹿下跳，白总在哪就往他眼前凑，毕哥就跟个大肉盾似的往工位上一坐，一言不发，带着一丝阴冷，让白总浑身刺挠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都没有办离职手续，都还是公司员工。公司这阵子鸡飞狗跳的赶商场设计图，可当然是赶不出来的。白总沉痛地宣布，公司违约了，要面临巨额违约金。但他话锋一转，自己固然要负主要责任，但大家也要担负次要责任。毕竟是因为大家没能按时完成设计图嘛。念在大家连续加班辛苦的份上，就每人扣500块，意思意思。雪耗子混在人群里，把白总的话都给录了下来，这是我交代的，这些将来都是证据。没多久，雪耗子和毕哥又打听到了一个重磅消息，秘书说，
白总正给 X 地产公司赔付违约金，可他却没有用公司的会计，用的是马夫人的会计。他的理由是，这笔钱是马夫人从集团内调拨，用马夫人的会计方便一些。我大概了解了马夫人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了。血耗子撺掇着，这么多证据丢给马总，足以让白总翻船了。可我还是沉下了气，我要么不干，要么我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我在等法务老大找人。过了不多久，法务老大约我晚上去咖啡馆见个面。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他看到我，目光有些躲闪。这个是你们白总的熟人，我们公司的财务肖恒。法务老大介绍说，他说话的时候皮笑肉不笑。肖恒一哆嗦，连连否认。其实我和白总不熟。那你和马夫人熟啊？法务老大果然硬气，一句话让肖恒头差点插回裤裆里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马夫人给我说要我帮个忙，盖个章，给了我10万块钱。肖恒辩解道，我跟他也不熟，原来是马夫人在幕后操纵。肖恒也不是没有犹豫过，可一听只要在一个空白合同上盖个章就能赚10万块钱，有些心动。反正合同只有一份，就算出问题也没法打官司。马夫人还保证说这事儿绝对不会扯上他，于是他就利用职务便利，偷偷地夹带了那份空白合同，盖上了章。但他不知道这事儿真闹大了，他可以进去蹲3年了。法务老大和我一唱一和，肖恒吓得脑门冷汗滴滴答答往下掉。我给你指条明路吧，要不要走就看你了。我看火候足够了，板着脸对肖恒说。肖恒哪有拒绝的理由，只能连连点头。第一，把10万块钱退回给马夫人，截图保留证据。第二，辞职。第三，我凑到他耳朵边，轻轻和他说了几句话。他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我把这一切都偷偷地录了下来。没多久，白总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要求和我见个面，聊点事情。我欣然赴约，大咧咧往白总面前一坐。白总脸一沉，问我：“你搞我是吧？”白总这话讲的我听不懂了呀。我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我装傻。小易，你不要以为你在公司的时间比我长，你就什么都知道。我上头有人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意味深长。这时候我知道我要装作有些慌张，但我装不出来。一摊手，白总，你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你去找了 X 产公司的财务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白总冷笑，你以为你拿到证据了？他已经辞职了。你以为你手上拿着合同就能扳倒我？我这下的确得慌了。白总有些得意，继续说，你想给谁看？给马夫人还是给马总？小易，我提醒你，就算你拿着合同去给马总看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完全不认账。马总肯定信他老婆，他老婆信我。来来回回夹枪带棒的威胁间，他还再三地强调，我上头有人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马夫人、马总都罩着我的。白总得意洋洋，的确，合同现在在我手上，但我手头上的这些证据都还不够硬，他完全可以一推4、5、6。关键走账的会计我没法搞定，他是马夫人的人，我也不知道钱走到哪里去了。看我识相的表示出了害怕和担忧。白总给我丢了根中华烟，我接了烟，放在手里把玩着。他点了烟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，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，给你2条路。第一，我给你10万块，你和你手下分一分，老老实实办离职走人，我既往不咎。第二，我1毛钱都不会给你，慢慢陪你玩，你们几个口袋有钱撑几个月。小昭的爸爸可等钱治病啊，
这世界上最可恶的人就是他，总能拿无辜的人来威胁你。我说我考虑一下，给我1周的时间，3天，多1天都不给。白总把烟头摁灭，站起来，他指着我鼻子，一脸得意：“你也别那么贪心，这几年钱难挣，我算过了，你们几个的工资和季度奖加起来也没10万块。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这钱是我个人出的，不走公司账目。你们主动离职，面子上也好看，那模样是在告诉我他在施舍我，我最好跪下来谢谢他的大恩大德，那就谢谢白总了呀。我跟吞了苍蝇一样恶心。”白总很满意，他觉得完全拿捏住我了，拍了拍我肩膀：“3天呐，过时不候。”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，但其实这是我故意的，我要他主动往我手里递刀子。刚才他说的一切我都录了下来，但我没打算就这样把证据交给马总，反正都是闹嘛，为啥不闹大一点呢？小昭的闺蜜给了我们一条重要信息：马总这几天和地产公司的苏总有个饭局，他和马夫人一起陪同出席。这个集团下属恰好就有 X 建筑公司。我一听这消息，知道绝好的机会来了。白总说什么让我们自动离职，是想他面子上好看，可我没打算给他留面子，我甚至不打算给马夫人留面子。我倒是想看看马夫人和白总到底情深几许。马总不在乎马夫人搞小白脸，但我很想知道他在不在乎马夫人和小白脸搞他的钱。就算小钱不在乎，1000万他再不在乎。主意打定，我一边把所有证据里最劲爆的一些段落截取出来，做成了短音频，一边让小昭的闺蜜严密监视马夫人的行程。我必须要保证在那个饭局上来一次刺激的偶遇，一切都准备停当。2个大佬的饭局就在今晚。这时候雪耗子开始有些怂了：“老大，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”我也有些犹豫，这毕竟有外人，万一马总觉得丢了面子，恼羞成怒怎么办？关键时刻，毕哥伟岸的身躯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。他说：“怕什么？不就是鱼死网破，谁手上没几张王牌的？”我当时真的严重怀疑毕哥真的上头有人，他只是碍于不能暴露高贵的身份，其实他早就安排妥当，就等我置酒为号了。就是谁手上没几张王牌，来吧，白总，战就战，谁退谁怂蛋。小昭的闺蜜的却给力，在她帮忙下，在哪个包厢几点开席，我都了如指掌。我在大堂里等着小昭闺蜜给我发总攻信号，等酒过3巡，小昭闺蜜给我发了个微信：“来吧。”我装作找人，一下推开了包厢的门，正对门口上坐的一个是马总，另一个不消说就是地产公司的苏总了。可是边上除了马夫人，还有白总。我有些不敢相信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还真的是他。他也看到了我，2人不约而同的一愣，随即他警觉地站起来，瞪着我，看样子他知道我来者不善，而我也明白他善者不来，几乎是同时开口。我说：“白总您在呀？”他说的是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赶忙顺着话头往下：“白总，您不是说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辞职滚蛋吗？我就是来向马总辞职的。”“什么辞职？”白总脸色发白。“白总，你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都是站着赚钱，您非要我跪着离职，我实在是做不到啊。”一旁的马总听得云里雾里，看着我。时机到了，我对马总说：“马总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个没法履行的合同。白总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”我故作委屈，把话题往合同上引。“什么合同？”
马总更加莫名其妙了。白总脸色由白转青，马夫人赶紧尴尬地打圆场。小白刚接手公司几个月，总有些人不服管教，只是故意上门找事。马夫人，白总说那合同是您让他签的呢，既然都来了，那就一锅烩了吧。我说着话，把马夫人也给带上了，就看看这马总和夫人到底是不是塑料夫妻。马总，您先过目，我不等他们答话，把合同往马总手里一放。我觉得这个合同很有问题。白总下意识伸手，可又不敢造次，缩了回来。马夫人此时吓得花容失色，伸手就去抢合同。老马，吃饭不要谈工作的事。马总手上拿着的是我从公司里偷出来的那份合同，这什么鬼东西？马总生气地问。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我赶紧抢在白总他们前头接过话头。这是白总和 C 厂公司签订的商场装饰设计和装修合同，2500万的大单。我问上面写的什么东西？马总问的是合同条款。那些条款，任何一个老板看了都会勃然大怒，怎么还要倒赔钱？苏总，你们公司有些过分了吧？马总把合同丢给了苏总。苏总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扫了一眼合同，说：这项目都没启动，怎么会有装修合同？剩下的房间里冷气开得很足，可白总和马夫人却满脸通红，满头大汗。啊，马总，这不是您同意的吗？我落井下石。白总说：您首肯的呢。小易，你不要乱说话。白总跳起来，要不是有桌子隔着，他肯定要掐死我了。白总，不是你让我去和 X 公司的财务肖恒对接的吗？肖恒说你给了他10万块钱。我决定一剑封喉。苏总一听自己公司也有人参与这摊子事，顿时也坐不住了。马总虽然很久没回设计公司，但他很明白，这种小公司一年的毛利也就几百万，谁会签到赔1000万的合同？更何况此时甲方爸爸的苏总就坐在旁边，他压根没有启动商场建设的想法。马夫人这时候尴尬地插嘴：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你闭嘴！马总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马总不是傻瓜，马夫人在这事里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你给我讲清楚，怎么回事？马总怒气冲冲地指着我。马总，话说来很长，白总想签一份虚假合同，从您的公司里套钱，还想把我当替罪羊。我得先把责任撇清楚，要是被认成白总一伙，被误伤了，可就冤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强调的是您的公司里的钱，这一句就足以让白总和马夫人百口莫辩。马总、苏总，既然你们在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由于我和贵公司的法务林总偶遇，就提了一嘴双方公司的这份合同。我适时地把法务老大往前台推，赞赏了一番。林总觉得很奇怪，怀疑有人私盖印章，从中牟利。于是我们暗中展开了调查。这时候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时候，我连珠炮一般把话全挑明了，不给白总任何反驳的机会。我开始以为是白总不专业，所以签了个倒赔1000万的合同。我故意把金额强调了出来，但甲方却没有任何人来和设计师对接这事情。我就想，白总为什么要签这份这么不公平的合同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难道是因为新官上任，想给自己的政绩上添一笔？但就算是为了贴金，也不会签成倒赔，对吧？听着我的话，马总频频点头，旁边的马夫人脸上的冷汗把妆都快化花了。具体什么情况，马总，我就不敢胡乱揣测了。但您听一下这个，
我把整理过的音频递给了马总，他一打开，恰好就是萧恒交代的马夫人找他盖章的事儿。老马，你听我解释。马夫人的脸这时候比白总的还白，我根本不知情的，是他说想做个好看的合同，我就帮了个忙。虽然一起滚过床单，但生死攸关面前，马夫人还是很拎得清的。不弄死白总，自己就得跟着陪葬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说这几年从马总这里没搞到，要我帮忙的。白总跳了起来，果然是塑料的情谊。我退到一边，既然狗开始咬狗了，我只要在一边看戏就够了。原来马夫人跟马总这么多年，只觉得没赚到多少钱，白总跟了马夫人几年，也觉得没赚多少钱，两人简直就是小三界和小白脸的耻辱。两人一合计，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法子。操作过程就是先收买了公司的财物，偷来公章，跟装饰公司签一份假合同，重点就在于赔偿金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白总遮遮掩掩，装模作样，他是故意拖时间，但事情又要假装做一下，所以他找到了我。他本想拖着拖着，假装被索赔，然后赔1000万，公司没有1000万，但马夫人可以用手里的职权从其他公司调拨资金，但这笔钱其实并没有打进 X 公司账户，而是通过收买的财物把账做到他们的个人账户里。神不知鬼不觉，钱就这么赚到了。而让我去做设计图，故意刁难，其实就是为了造成假象。这合同是因为我而遭到了索赔。白总和马夫人一直在演戏，每次演完戏了，白总去陪马夫人3天，难怪每次回来都打着哈欠，脚都是软的。等到马总查账的时候，这时候可以推到我身上。此时我早就被开除了，死无对证。马总那么大的集团，亏损1000万，也不过是9牛1毛。到时候马夫人撒撒娇，再从其他公司的利润里补平，事情也就这么过了。这法子要是能行，他们还打算1年做一次，真的好过去抢银行，做了2、3年，也有个几千万了。到时候和马总这个老头离婚，两人双宿双飞，岂不美哉？他们想得挺美，可没想到碰上的是我。看着他们2个几乎当场给打起来，我心里暗自好笑。马总得知前因后果，当即震怒。我估计做了5年的马夫人也该退位让贤了。马总指着马夫人，浑身颤抖：“我特么给你花钱，你特么的合着外人来做局骗我。”马夫人哭得梨花带雨，说自己是被冤枉的。白总也哭得稀里哗啦，说自己也被马夫人骗了。但他们说的话，如今是没有人信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大大方方地对马总说，我只想给我手下争取到本月的工资，还有季度奖。雪耗子回去啃几个月老，死不了。毕哥上头有人，还有200斤肥肉，更死不了。我还有些积蓄，再找份工作也不难。可小昭要等米下锅，我做老大的不能看着手下等死而不管。然后我看着马总，白总这时候完全崩溃了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要钱？我不是给你10万块了？你要不要做得这么绝？”我笑了：“白总，虽然我们缺钱，但至少我们懂一点，有些钱不能赚，有些手不能伸。”这话我是对白总说的，但实际是说给马总听的。马总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等我通知。”几天后，马总的秘书通知我说，我接替白总的工作，成为装饰设计公司的总经理。至于雪耗子他们都留下来，还加了薪水。我有些懵，雪耗子欣喜若狂，小昭喜极而泣。马总说，我那舍得一身剐，
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，让他很感动。至今，我也很感激自己，在毕哥顶上的时候，我没有后退，而是勇敢地迎了上去，和白总硬刚。至于把我推上和白总硬刚前线的毕哥，我事后调查了很久，他上头没人，他爹只是和市委书记名字很像，但真的没有关系。可这没关系，毕哥现在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上头有人的神秘人物。哦，对了，在马总的监督下，总公司派了调查组下来，彻查了马夫人管理的所有公司。马夫人挪用公款是肯定的，但念在是马总夫人的面子上，没做处罚。但白总就没这么好运气了，公司以挪用公款、职务侵占等罪名，马总亲自请了2个最好的律师，要把他送进监狱里。估摸着3-5年内，我们是见不着白总了吧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